末世降临高温来袭，重生后我打造地下堡垒，堡垒防寒防晒发电所有功能应有尽有，还提前囤积物资迎接末世到来。40度高温已经持续几个月，7个小时之后温度便会升到50多度，整个城市就会变成大蒸笼大烤箱。虽然现在我所在沿海市可以躲避这高温，但后面洪水会淹没整个沿海市，所以我的地下堡垒建在上一世基地的同一个市。趁现在温度不高，我准备先去把10号天的几个大型超市的物资都收了。我开车来到他的总库，直接撬门进入他的仓库，这里有数不清的衣物、酒水、食物和各种日常生活用品，我毫不留情地将它们统统收入空间。紧跟着我有用同样的方式扫荡了他余下百货商场，因为上一世是他勾结叔叔灵虎制造一场意外害死我父母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是晚上凌晨1点。正在我松一口气时，电话响了。陈子璇，上一世无意间得知幸存者基地的真相，却被你下毒害死，坑得我这么惨，这一世还想再来。雨哥哥，人家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小甜点，正往里那赶。我冷冷地回了一句：滚，以后别来找我了。雨哥哥，是人家哪里惹你生气了吗？呜呜呜！我听见这声音，鸡皮疙瘩于一身，果断挂断电话将他拉黑。我自己可没时间跟这种垃圾浪费口水。还有5个小时时间，我决定去比较偏远的集装箱邮轮码头，把那里集装箱和邮轮都扫进空间。2个小时后到达目的地，这里密密麻麻到处都是集装箱，心里无数个棒棒的。我开着车一路前进，很快这些集装箱和邮轮都被我收进了空间。于是我又来了的邻近的香香码头，这里是粮食、汽油和柴油的中转集装码头。这时温度越来越高，等到了明天所有人都不敢外出，一旦外出没有防护就会被瞬间晒伤，我得抓紧时间了。这里到处都是集装箱，50个发电机，100台小型发电机和50套能够储存电量的配套锂电池，100箱集装箱粮食，5万吨汽油柴油，货轮上还有越野车等。在我收最后一艘最大货轮的时候，简直消耗了我半条命。我还是坚持用毅力回到家，突然外面爆炸声连续不断，火光划过天空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，外面求救声、哭喊声越来越大，估计瞬间温度已经到了60度。此时精疲力尽的我也顾不得那么多，关闭窗户，打开3台空调，倒头就睡。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，此时太阳已经60多度了。这场高温的开场就让全球2%的人失去性命，并持续不断的增加。因为缺水的原因，高楼层的住户也往低楼层的住户家暂时安顿了下来。我进入到我的空间，准备看看昨晚的收获。这里时间流速是静止的，就是任何东西放进去，不管你什么时候拿出来，都能保持放进去时的样子。只是除了我能进来之外，不能放活物。这么多的集装箱，我就随机打开了其中一个箱子，里面居然全是黄金。我用手摸了摸，顿时手上的戒指泛起光亮。神奇的是，这些黄金突然全部消失了，跟着就是一股头晕目眩，感觉意识进入了一个神秘空间，一股莫名的能量进入体内，不但感觉力大无，还感觉听力有了很大提升，能够隐约的听见隔壁的呼吸声。我明白了，应该是借着空间刚刚吸收了黄金，所以开启了这个空间。这么看来，这个空间是可以升级的。不过现在看来空间还不够大，这昨天收获的物资都快装满空间了，要想放更多的东西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给这个空间升级了。我又去了空间，在开了几百个集装箱之后，还意外在一艘游轮上收获了枪支20箱，800 AK， 弹药60箱，200公斤黄金，让我空间升级到2级，足足比上一世大了10几倍。我试着挥动一下拳头一旁的木箱，被我砸了一个大洞，手上的伤口瞬间愈合，终于有了末世自保的能力了。但要想万无一失，这点能力还是不够，应该是能量不足，还没有升级完全。回到了本体，看着手机温度，再过2天温度会开始降低10几度。我准备离开沿海市，回到地下堡垒，因为过3天后就会迎来狂风暴雨。我把10号天的仓库物资收了个明明白白之后，准备再回荣城前去他的防空洞收集物资。这一世我要让他一无所有，替我父母报仇。我来到楼下偏僻的地方，从空间取出车，朝他别墅区的后山开去。我来到他防空洞后门前，可能由于温度太高，防空洞前的保安室里面并没有人，门也是开的，看样子是跑到防空洞离去乘凉去了。我小心的溜进去，果然里面数不清的物资，最明显的就是中间一个柜台上的黄金，大概有几百公斤，看来又可以给空间升级了。我将它们都收进了空间，突然我又发现柜台旁边有一个庞然大物，我拉开遮挡的大幕布，这下发大财了，简直就是一个军火库。难怪上一世10号天能苟活那么久。统统收到空间，做完这一切后，我便回到住处，进入房间，立刻坐在了沙发上，将意识探入了戒指空间。伴随着一个强光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快被撕碎了，闭目感受了一下周围，五官同样变得敏锐异常。集中精力后，隔壁房间里的电视声音他也能够听得一清二楚。再次查看空间，金砖并没有全部被吸收。突然一股熟悉的声音响起：主人，我是空间器灵，2级之后的材料有变，自行查找。看来升级材料得慢慢寻找。我现在的空间体能已经足够当下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还在睡梦中的10号天被一阵喧闹声吵醒。当他得知连防空洞里面的所有物资都不翼而飞的时候，立马晕倒了过去。他家里又忙乱了起来。我用望远镜看着这一切，终于可以安心的离开沿海市了。收拾好行李，我从空间取出汽车，边开车边听新闻。现在温度慢慢下降了，请大家不要恐慌。官方基地也快开始对外开放了，具体开放日期等官方消息，我们会全力救助华夏人民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接下来的狂风暴雨、极寒才是炼狱。开了几个小时，
突然看见前面一个栅栏挡住马路，我下车查看，几个年轻人围了过来。兄弟，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，请你留下你车上的物品，我们就让你离开。要是我不给呢？哼，那你就有苦头吃了。谁吃苦头还不一定呢。我大哥可是上面有人的。看着这群穷凶极恶的土匪，是时候给点颜色看看了。那你们几个跟我来，进小树林借一步说话。从他们兴奋的眼神可以看出，以为我上交物。此时树林传出几声尖叫，2分钟不到我就搞定了。这速度，这力量升级空间的黄金果然没有白。开车继续前进，经过了10几个小时，终于到了荣城。温度39摄氏度，平均温度低了10度，无愧避暑圣地之名。正想找个地方吃饭，几个人鬼鬼祟祟的看着我，难怪我一路上总感觉有人在后面跟着。回到荣城，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跟了我一路，趁我吃饭的功夫，又多找了几个肌肉男向我走来。哎呦，小子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这是我们秦公子，知道不知道自己得罪人了？呵呵，原来是你们啊！看来路上那一顿大餐你们还没吃够，还敢这么嚣张，还多叫了几个花拳绣腿男过来。还挺嚣张，一个外地来的暴发户，你是不知道嘎字怎么写吗？你伤了我的手下细狗，就等于跟我秦家作对。秦公子估计就是上次施工队经理提起的那个官二代吧，看来把我调查的明明白白的。我就说你们怎么还缺一个人呢？被我的小拳拳拍的来不了了。看着秦公子似乎在担心什么。这里人多，我怕伤及无辜，你敢和我走一趟吗？好啊，你们找地方，我让你们今天全部吃席。来呀来呀！我也正想找个偏僻的地方，快点解决你们，回到地下堡垒呢。因为再过几个小时，暴雨就会来临。那些壮汉一脸懵逼的看着我，却又似乎担心我逃跑。一行几人将他夹在中间上了车，渐渐驶出市区，来到了一处废弃仓库门口。下车看到，正是昨天被红雨当成小飞棍的细狗。秦公子就是他，这小子实在太嚣张了。我都跟他说了您的身份，他还敢动手，这完全是没把您放在眼里啊！你来打我呀！听说你这小子挺有米的，前段时间来我们市包了整条街的饭店，搞得我们这些兄弟1个月都没地方吃饭。昨天又把我的人腿打断了，你说这些账该怎么算？哎呦呵，你一个 GM 大官的儿子，居然为了这点事找别人麻烦，你爹就没教过你怎么做人吗？你，就算你是练家子，今天也要弄嘎你，一起上你们俩守住仓库的大门，封住退路。本来想着从空间取出武器速战速决的，但不想在最后关头惹事，我还是低调一点吧。随后2人关上了门，站在门口，听见里面震耳欲聋的尖叫声，夹杂着猴子偷桃，独龙钻，麦田椒。随着秦公子的一声救命，门口2人也冲了进去。同样的方法，几分钟我就走出了仓库。此时天空中乌云密布，已经下起了小雨。从空间取出汽车，差不多2个小时来到了地下堡垒。看着四周厚达1米钢结构围墙，并布满安全高压电网，这个堡垒不仅能抗住10吨核弹的冲击，内部设施豪华到离谱，影音室、游泳室、无土蔬菜养殖室，里面配备设施该有的都有。为了欣赏外面景色，建筑4面的窗户玻璃采用的都是28毫米的防弹玻璃。而能源方面更是完全自给自足，地堡配备了风力、太阳能以及地热发电等5套供电系统，全都是自动化控制，还有水过滤系统、空气净化系统等等。检查完所有设施，我躺在床上，此时外面的雷电暴雨越来越大，而人们正为这场暴雨而欢呼，因为赈灾粮食的不断分发，极少数人会囤积粮食，以为几个月的痛苦即将结束。可是经过往后几天断断续续的暴雨后，就会迎来海啸极寒。正当我想睡觉时，监控里面闪过几个黑影，看来末世就是麻烦不断。我来到控制室，应该是由于突如其来的暴雨，附近几个山民跑到高地树林避雨的，他们也只能看见有一面围墙，并不知道里面有建筑。虚惊一场，我还是以防万一的启动了电网系统。由于前2天太累了，我醒来已经是中午12点了。此时雨已经停了，温度又回升到了45度，这反反复复的天气就是末世的预兆。今天晚上就会正式进入台风连续几天特大暴雨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得再检查一下房屋四周。刚走出大门，听见围墙外面一个熟悉的声音，还夹杂着汽车声。洪先生，麻烦开一下门，有大人物要找你说话。我拿出手机打开监控，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原来是建安全堡垒的庞经理带着一群人来了。看那几辆车的价值，对方身份肯定不一般，应该是冲我安全堡垒来的。庞经理使劲用脚踢着门。刁先生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我紧紧盯着这些人下一步动作。他足足站在门口说了5分钟。庞经理面色一沉，从自己口袋拿出一个遥控器。还真有一个备用遥控器。之前想过这种可能，但是毕竟工程一切都很顺利，就没太在意。我收回手机，从空间取出武器放在身后，顺便取出一把遮阳伞。铁门向着2边缓缓开启，7、8个人走进来。刁先生，您果然在，实在抱歉，没经过您的同意就进入了院内，但我也没办法，有一位重要的人物想要见您。哦，什么人要见我？刁先生是吧？
与人秦汉用，这次来是想告知你一个上头刚刚颁布的征用令。征用？我没太明白你什么意思。是的，鉴于现在情况特殊，上头希望你能将这处地下建筑的使用权暂时交给我们，当然我们也会给你相应的补偿。姓秦长相还如此熟悉，这位怕不是那位秦公子的老爹吧？你是秦书记？正是我。哈哈哈，你还真是搞笑，征用说的真好听啊，占为己有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？果然是父子连心，都是一个 ABC 样。这可是上头下达的命令，你如果敢违抗，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你信不信，我动动嘴就能让你下半辈子在监狱里度过。原来市长一事级别不够，没资格带着家眷躲进庇护所的那个秦书记啊！怎么的，这是案砣不成就要明抢了吗？你无故辱骂公职人员，抗拒执法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既然这样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哈哈哈，不怪不怪，你就去牢里待着吧。这个地下堡垒以后就跟你没关系的。我勾了勾嘴角，伸手掏出了腰间的枪。那6个本来想上前抓住红宇的人，看到我手中的枪后，都停住了脚步。别以为拿个玩具枪就能吓住我们，我们可没有闲工夫跟你玩过家家。说着，他快步上前就要抢夺，红宇毫不犹豫地后动了扳机。他们也没有想到我手上的东西是真的，看着被中枪的其中一人，吓得抬着他逃出院子，往西面树林方向开车离去。但是我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，与其让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骚扰，倒不如直接全给解决了。反正现在秩序正在瓦解，还得吸取上一世教训，末世不圣母。我从空间取出汽车，超近到提前埋伏。还好我来得及时，再晚几分钟我以后的麻烦可就大了。我从空间取出武器，在一阵疯狂中结束了这一切，抹去一切痕迹之后，回到堡垒再仔细检查了一遍，才放心的从空间拿出牛排红酒。上级为了免去后患，请了秦书记等8人吃席。幸运的是，因为现在形势的严峻，台风海啸的袭击淹没了整个沿海市，各种冷热天气的交叉引发各种病症，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。官方已经忙得什么都顾不上了，所以秦书记的4事几天过去，连一丝浪花都没激起。然而安静的日子并不长，报警系统突然响起，监控里又有2个人影出现。我来到地上一层建筑，准备出去换台风损坏的监控。我把安全门和防弹玻璃打开了一条缝，外面说话声夹杂着雨声传了进来。齐哥，怎么办？这个门肯定打不开了，上面还有电网，咱们也进不去啊。急什么？等小兵取东西回来，咱们就能进去了。齐哥，你看上面还有监控，你消息可靠吗？不会被人抓起来吧？抓个屁！现在谁有闲心管这事啊？我之前在这里干过活，主人肯定得到了什么内部消息，所以建造了地下庇护所。老子想了1个月才想明白，里面有吃的，难道你不想要吗？至于监控，你看已经坏了。嘿嘿，当然想要，上头每天发那1点1顿都不够。那就别废话，我可带了家伙过来，把梯子弄稳当些。哼，连在这里干活的工人都推测出这里是避难所，还带了家伙，今天肯定让你们有来无回。趁他们不注意，借着雨声，我来到天台，偷偷的换上监控，然后快速关上门，回到监控室。终于有一个清晰的画面了，看看这人到底怎么越过电网。只见那七哥拿出一张厚实橡胶材质作为绝缘体，盖到电网上，再顺着绳子下来。不一会儿，进来3个人，来到一层安全门口，东张西望了好久。那七哥从包里拿出一把锤子，用力锤了锤安全门。这是什么铁？怎么这么硬？敲了这么久，连一个印子都没有。走去看看窗户。看样子齐哥也是只参与了前面的工程，并不知道安全门和防盗窗的事。不一会儿，3个人又回到了门口。TM 的金库大门防弹玻璃，这还怎么进去？七哥，里面肯定像你说的一样，不然不会弄得这么夸张。咱们必须进去查。你以为我不想进去啊？你说咋进？你能撬开这道门吗？齐哥，我有一个叔叔，他在矿里是管炸药的，我去找他要点，他家就在附近。是吗？太好了，咱们现在就去，把他拉进来，到时候平分。居然还想走，你们太贪婪了吧！这突然出来的声音吓了3人一跳。齐哥反应很快的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家伙对准我，我用我空间觉醒的速度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武器，疯狂的突突了几下。3个充满贪婪欲望的人就这样和世界拜拜了，剩下交给空间处理。这狂风暴雨越来越大，我回到了地下房间，接着享受牛排和红酒，打开收音机。这3天中，沿海地区城市大部分地区被海啸淹没，官方一直在努力疏散人群，但是嘎掉的人与失踪的人数一直在不断的上涨。也不知道李子璇和10号天如今怎么样了。李子璇大概率逃不过这场海啸，但10号天就不一样了，毕竟手上有财富，就算他躲过了海啸，也躲不过下一场劫难。毕竟这一世仓库被我掏空了。就这样平静的苟了2天后，我的庇护所又迎来了2位不速之客，还开着警车。末世真是多事之秋，送走了齐哥他们，又迎来了2位开警车的不速之客，朝我院墙绕了一圈，回到大门。我打开监控收上。秦瑞说书记失踪前，就是说要来这边
附近就只有这一个建筑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周队，这里有监控，里面应该有人。有人吗？里面有人吗？叫了许久也没一点动静。周队，这里弄得怎么跟监狱似的？围墙高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有刺网。我也觉得有点古怪，先回去查一查产权，不行就强攻。说完便开车离去。这秦书记儿子秦瑞还是报警了，看来他们不会那么简单罢休。不过也没事，毕竟还有安全堡垒。2天后，周队又来了，这次警车把我院墙围了一圈，看样子是找到蛛丝马迹了。秦书记的事情确定是我干的，还带了专门的开锁匠，在门口折腾了好久，始终打不开。不行，这个门太复杂了，我开了几10年锁都没见过这样的结构，没有匹配遥控器根本打不开。不过周队可以试一试切割机。没事，我早有准备，小陈给我上。CM 的居然还准备了切割机。眼看着铁门出现了火花，估摸着这门肯定废了。正想着拯救办法时，天空突然暗黑，这瓢泼大雨变成了豆大的冰雹，能见度巨降。小陈，我们快回到安全基地去，下次再来抓捕他。噼里啪啦的砸在他们身上，疼得他们赶紧撤退。哈哈哈哈哈，还真是老天有眼。我都高兴的哭了出来。接下来别说出门，就连不过关的建筑和门窗都会被冰雹打坏，市电也无法回复了。他们应该没有心思再找我麻烦了。我打开早有准备的电台设备，官方发布了灾难指南，列出了好多相对安全的城市，我所在的荣城也在其中。而且荣城还在建立临时避难所。听到这消息的灾民早在10天前就开始涌入荣城，官方建立的临时避难所也根本无法容纳这么多人。我所在的高地树林早已经来了无数客人，由于能见度的关系，他们只知道这里有一面围墙。为了24小时监控外面的情况，我只好把一部分监控设备搬到了客厅，这段时间就只能在客厅睡觉了。我刚睡着就被一阵警报声吵醒，东南西北面的警报接连不断的响个不停。通过收声机可以听到外面雨声夹杂着惨叫声，人的对话声。果然有一些不安分的难民想要翻墙进来，末世我可没办法圣母。看着警报响起的频率，被电嘎的人应该不少。就这样1个月过去，外面的雨越下越大，动静也一天比一天大，墙上的监控也被损坏差不多了。外面的雨也终于停了，剩下几个摄像头可以清晰的看到镜头中围墙下面躺了一堆人。我来到一层院内，更换好所有损坏的监控后，小心把大门打开一条缝隙，果然还有幸存者。看样子他是在人群中找寻着什么。就在我好奇的时候，那个人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飓风吹得几乎没了影。还好我刚才没有出去，要不然我怕也是要交代了。为了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我快速的跑出去，让空间清理了这不堪入目的现场，赶紧回到地下堡垒。接下来1个月，真正毁灭性的极寒风暴正从海洋深处翻滚而来，所到之处都会瞬凝结成冰，被海水淹没的沿海视野彻底封在了冰层。逃亡到荣城的人们大部分也无法幸免。此时的世界安静的可怕，我地下堡垒供暖设备这么好的情况下，温度都只能达到18度，而外面温度只有零下50度，躲过极寒风暴的幸存者不到5%。有着热成像的人正四处搜寻食物，电台也终于有了动静，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：还有没有救援队啊？我们10几个人被困在沙雕超市地下2层，谁能来救我们啊？快来救我们吧！我们周围的东西马上都快被我们烧完了，再这样下去都会被冻嘎的。过了几秒后，喂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你们是救援队吗？我们不是救援队，你们那边有吃的吗？我们是天然气公司，有供暖。就这样双方谈论了好久才达成一致意见，最终让超市一方穿上保暖衣，带着食物去投奔天然气公司。这操作也合理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幸存者消息。随着人们这样的互换交易加深，那个务必黑暗的组织也该冒头了。电台之后也没了动静，我带上工具，加了一件高科技保暖衣，从早忙到晚，把院内院外的积雪清理了一个遍。一只羊腿也被我吃了个精光，累得倒头就睡。第2天的中午被监控的收音吵醒，从监控画面看去，这外形和颜色应该是一架私人直升机，在上空盘旋了一圈就离开了。我正思考着这架直升机目的时，电台那边传出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们？他们疯了，不停的打人，我们坚持不住了。没办法，我们都很饿，剩下你们几个把食物给我们，我们就放你们走。剩下几个人把食物扔给他们，就赶紧离开了。一阵笑声之后，对面的声音彻底消失了，肯定是被听到他们谈话的人给截胡了。很显然是一场早有预谋的行动。气温现在稳定-40度左右，各路牛鬼蛇神终于也开始冒头了。我的危机感再一次来袭，是时候该考虑空间升级的问题。末世降临，极寒来袭，能生存到现在的都是一些穷凶极恶之徒，加上昨天直升机的窥视，危机感再一次来袭。为了能万无一失的活着，我换上特制防寒服，不得不每天出门寻找空间升级材料。正当我在堡垒附近寻找材料时，2道身影一前一后的出现在不远处。小娘皮，快给老子站住！女人抬头看了一眼围墙，将手中的食物扔向我围墙的方向，然后往反方向跑去。男人将面包捡起，向树林中跑去的女人吼道：
你以为扔个面包就打发我了吗？你给我等着！说完，那男人就走向我堡垒围墙，对着监控看了半天，才走向一棵大树前，顺着树往围墙爬去。幸好我现在24小时都开着电网，还没等我走进围墙，就看见一瞬间强烈的光芒，扑通一声，一团飞球坠落在地上。我处理完这男人后，习惯性回头看了看，居然看到刚才那女人一直在树林看着我，看见我察觉到了，就赶紧离开了，真是麻烦。这件事都没处理完，直升机的声音又在我安全堡垒上空响起。我抬头看上去，和昨天那架一模一样，今天居然又多飞了几圈才离开。哎，看来这平静的生活算是彻底结束了，我必须快速找到空间升级材料。于是我从空间拿出汽车，开向远一点的树林。浩哥，大哥已经确认了，2个大宝贝先出去吧，哥哥谈点正事，晚一点再吃了你们。林浩，你坐下说。大哥，姓周的说的没错，那个地方的确是有一个像监狱的建筑，院子里的血也被清理过，那个叫刁宏宇的人或许真的存在。不管怎样，既然有人活着，那肯定就有生活物资。现在咱们首要任务就是将周围所有以后能用到的物资都收刮过来，任何有可能的地方都不要放过。明白的，大哥。最近邢伟他们那里好像收获不错呀。哈哈，的确，一个大超市的东西都给抢到手了，还弄了不少天然气回来。对了，还有女人，回头你挑一个。大哥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前几天一无所获，今天一大早我就开车出门，顺便查一下昨天那几帮人的下落。因为今天早晨从监控看到那个女人又回到原地，观察了10几分钟才离去。我顺着那女人离去方向的脚印前进，开了10几分钟后，那脚印被雪彻底覆盖。我下车用早就准备好的热成像扫了扫周围，还是一无所获。我刚坐下来，靠着大树喝了几口水，热成像发出了强光，手上戒指又泛起了白光。刚刚靠着的大树居然也消失了，这感觉太熟悉了。我并没有一丝丝害怕，反而心中大喜，赶紧闭目感受，听力至少比之前加强了1倍。好神奇！我忍不住快速试了好多棵树，都没反应。你真是个傻雕，要牵点老树才行。谁在骂我？给我滚出来！一个庞然大物向我走过来。主人不要害怕，我是你空间的化身，是来给你增加主角光环的。我高兴到跳起来，简直一箭双雕，不但空间升级材料找到，连启灵都是百兽之王。CM 的，这虎哥居然会人说话，后面的空间到底有多无敌？接下来的几天，在虎哥的带领下，都是早出晚归，又成功的找到了几棵大树，视力提升到10几米外的树皮纹理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，嗅觉差点能和狗媲美，触觉就连面颊上的汗毛都可以一根根的感觉到。我明显能感觉到空间还可以有很大提高。我看天色已晚，为了节约时间，晚上我们就在车上过夜。第二天一早，有2个鬼鬼祟祟的人来到我的车边，向里面观望。为了加快速度找材料给空间升级，晚上我和虎哥就在车上过夜。第二天一早，却来了2个鬼鬼祟祟的人来在我车边，向里面观望。熊大，你说里面会不会有人？你管他有没有人，我们现在又冻又饿，车上肯定有些吃的东西，我们先把门打开再说。那万一车上有人怎么办？熊二难道就跟你名字一样，就是个二货吗？我们2个大男人还能被他们吃了不成？说完，2人就使劲的去拉门把手。我被这吵闹声和震动声给吵醒。你们干什么？兄弟，我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现在又冻又饿，你们车上应该有东西吃吧？能不能给我们2个一点？有是有，不过你们要拿东西给我交换。你需要什么东西？我需要1000年老树就可以。你看我们遇到个二货，我们住的山洞口有好几棵大树，那带你们去可以换多少食物？我可以给你们10斤大米，5箱方便面。你这也太少了吧？你爱换不换随便你。熊大，我们还是换吧，就带个路而已，再不吃饭我们就要饿死了。我们这样先答应跟他们交换，把他们带到我们地盘，到时候把食物和车都拿下。行，我们答应你。随后我们便开车跟着那2个人，大概10几分钟就到了一个山洞口。果然熊大没有骗我们，我便从车上下来，拿出早就从空间取出的大米和方便面。哈哈哈，你个愚蠢的家伙上当了，大家出来吧。大树这么多，你去拿吧，但是你的车和食物都得留下。你现在立马从我们眼前消失，否则别怪我们这么多人手下无情。看着面黄肌瘦的他们，我笑了。我决定戏耍他们一番，直接吹了一声口哨，虎哥便冲了出来，朝着他们扑了过去。咋，大兄弟，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快把你的宠物收回去。我并没有理会他们，我把山洞前几棵大树收入空间，留下2袋米当感谢费，将剩下食物收回空间，把车开走，打算从另一个方向绕着往回走，顺路看看有没有其他合适的树木。开了几个小时后，听见远处有女人的哭喊声，我顺着声音行驶大概1分钟，下车看到几个男人正在折磨一个女人，看样子那个女人快不行了。随后我才注意到这个女人的穿着，原来是偷窥我庇护所几次那个女人。这帮穷凶极之徒真是可恶啊！抢了食物还要折磨人质嘎！我从空间拿出装备，直接对准这群人渣，突突起来。解决完他们后，上车继续前行了几个小时，都快到庇护所了。结果一路把我恶心的连一棵合适的树都没有。突然上空又响起了微微的轰鸣声，以我现在的听力，这声音8、9不离10是冲着我庇护所去的直升机。等我赶到庇护所，他们已经停好直升机，
5个人背上都有装备，用折叠梯爬上围墙，戴着绝缘手套，剪断了电网，翻墙进入了院子。对付着穷凶极恶之徒，就要以恶制恶，让空间收好了我的雪地车，也毫不客气将直升机收入了空间。尽管这么远，院子里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。浩哥，这里不简单啊，刚才的电网还通着电呢。这通风口柴有味道，看来地下的人活得挺滋润的。这下咱们也能捞上一票了。不行啊，浩哥，这门合窗都是特制的，根本破不开。拉墙啊，不是带了工具了吗？好嘞，浩哥。此时咚咚咚的声音听得我心疼，故意在外面制造了声音。果然听见声音的其中一人探出了一颗脑袋，发现直升机不见了。浩哥，飞机不见了，飞机不见了。然后跟着几人都迅速翻过墙头，眼前的场景让几个人大吃一惊。在一旁观察的我看了一眼虎哥，虎哥秒懂，飞速扑了过去。为了我堡垒安全，我不得不从空间取出装备，突突了几人，最后留下浩哥。主人，你有这还让我去浪费力气？别开枪，我投降。浩哥是吧？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？从浩哥的口中得知，是之前调查我的那个警察周队长提供我庇护所信息的。周队，你要加入我们，就必须拿来足够的物资，或者提供物资线索。谢意，只要你能保证我以后吃喝，我告诉你一个地下堡垒的地点，你能拿下姓刁的堡垒，一辈子吃喝不愁。就是经过他提供的线索，我才找到这里的。随后还打听到了他们的据点，在北山防空洞里后，打听完了消息，也没有留下的意义。我举起手，放下手，让他不复存在。虎哥清理掉5个废物，晚上给你吃大餐。好的，主人。接着我又把安全堡垒里里外外维修和检查了个遍，趁着这团伙老大谢意还没有发现，我得主动出击解决掉这个隐患，省得日后麻烦。打算今晚和虎哥吃饱美美的睡上一觉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去北山。为了不惊动未知的危险，我选择从荣城最外环的公路绕到北山，进入北山森林。经过几个小时的时间，口腔里面充斥着一股煤烟味，透过车玻璃隐约看到一些脚印。我下车把车收入空间，顺着脚印走10几分钟，看到了一个半圆的洞口，看见门口有站着几个巡逻的人，我拿出准备好的装备向他们突突了起来，再扔了几颗弹，很快我就解决掉他们大部分人。这声音惊动了正在娱乐的谢意。包子，怎么回事？快增派人手去后门，通知下去，从现在开始出前后大门，不得让一只苍蝇进来。是的，老大。趁他们现在乱成一团，我和虎哥分头行动。紧接着我来到前门，用热成像扫了扫，只有2道带着热量的身影。我故意冲着铁门踢了几脚，大声吼道：“我是0号，快给老子开门，不然嘎了你们！”以这些小子的地位，他们根本无法从声音精确判断。浩哥，你可终于回来了，大哥昨天差点派我们出去找你了。浩哥，你要稍等一下，我这就去汇报。我发现他们出乎意料的谨慎，不能给他们机会联系内部人。里面2人听到我的砸门声和怒骂声，2人小声讨论几句后打开了门，看见我手上的家伙，第一时间想要开口大叫，想着0号说他们平时没少欺负普通人，我哐的一声了结了他们。接着我开始顺着洞往里清理。虎哥那边也不逊色，看见关在笼子里被他们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女人，把门打开，藏在一处说道：“门已经打开，你们可以安心了，这群人已经被我们解决了一大半，这里面的物资够你们吃好久了，剩下的只能靠你们自己了。”过了几分钟，我和虎哥会合，都到了洞口的尽头，在一个大房间里找到了谢意等人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右手一甩，对着前方就是一通扫射。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，一众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只留下了躲在木箱后的谢意和另外一个人。那边的老哥，现在就剩下你们2个了，出来吧。谢大哥，对不起了，这位兄弟，我叫豹子，是这里的2当家，你饶了我一命，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物资线索。说完，只见谢意着急的走出来：“你这个叛徒，我今天嘎了你！你这个叛徒，我今天嘎了你！”谢意别动，豹子你继续说，说的真实，我今天就放了你。除了这里，谢意手上还在龙国北部边境巴拉巴拉市郊区囤有大量的生活物资，管理仓储那人是他弟弟。横豹子，原来你跟着我是为了掏空我家底物资来的。刁哥，还有谢意之所以没有去，是因为……还没等豹子话说完，谢意一个箭步就 KO 了豹子。看你还怎么嚣张！我呸！我看着谢意激动的表情，豹子说的话是可信的。你，谢老大继续说，和他一样，我答应不嘎了你。好，我说，是因为在暴雨的时候，我和我弟弟失去了联系，再加上路途太远，是超市中转仓，现在这局势也不能100%确定物资还在。说完了吗？刁哥就这些了，其他我真的不知道了。只听2声巨响，夹杂着2声惨叫声。哼，这是你不老实的代价，主要是因为你航空没油，根本不够抵达巴拉巴拉市，一旦中途无法找到可以取暖的地方，就会嗝屁。谢意满眼茫然的看着我，也没算到我刚才已经把他的航空煤油收进了空间。虎哥，我们走，留他自生自灭吧。刚走到门口，就看见2个女人拿着武器向谢意扑过去。这2个女人应该听见我们所有谈话了，看来谢老大应该命不久矣。当我和虎哥快走出洞口时，看见一个男人正在抢夺那个女人手上的东西。周队，你这恶魔别过来！哈哈，这里的男人都被解决完了，你就把地图给我吧，
我以后会让你衣食无忧的。还有邢小伟他们呢，回来你一样跑不了。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为了我地下堡垒的安全，我今天一定要把姓周的和姓邢的解决掉。我举起装备，一声巨响，周队将不复存在。解决完姓周的那女的，为了感谢我把手上的地图交给了我，便去找自己的妹妹去了。我和虎哥走出了防空洞，不过并不准备就此离开。为了保护我地下堡垒的秘密，必须亲手了解那个叫姓邢的人才放心。于是我和虎哥便在防空洞一侧隐蔽的地方，从空间拿出防寒帐篷钻进去，集中耳力听着外面的动静。此时也只能守株待兔。就这样1个小时后，我和虎哥好像都听到了脚步声。我收好帐篷，趴在雪中，瞄准声音传来的方向。10几分钟后，4个男人出现在我的视线中。从对话可以确定是姓邢的那一伙小部队。啪啪啪啪，4声巨响，4人几乎同时倒下。麻烦已经解决。我顺着树林深处走去。北山谷树林还真是个宝地，符合我要求的树木容易寻找。我一路走一路吸，饿了就从空间取出食物吃，困了就和虎哥住在防寒帐篷里。就这样3天空间吸了99棵千年古树，直到饱和为止。此时我明显感觉到脑海里的变化。我闭上眼睛，不但无感是之前的3倍，在一定范围内，就算有物体遮挡，也可以感知出模糊的影像。我迫不及待地用意识进入了空间。空间一边是我熟悉的储物空间，一边是生机盎然的绿色世界。纪灵虎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主人，你空间已升级，仓储空间流速是静止的，没有生命的物体才可以进入，而新的区域时间流速是正常的，可以容纳生物。这空间简直逆天了，到时候尝试一下能不能用空间果核种出水果。如果成功，意味着就算空间物资全部消耗，也不用担心会饿死。主人，你现在的级别是不可以的，还需要找到下一个升级材料。那我在里面多待一会儿吧，里面这温度太舒服了，就算光着膀子也没问题。正当我吹着口哨准备在空间美美睡上一觉时，眼前一花，直接被戒指强行送了出来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这是把我提出来了？旁边虎哥对着我哈哈哈大笑。主人，你还是乖乖找下一个品级的材料吧。正当我和虎哥回安全堡垒的路上，感觉一直有人跟踪我，于是我就悄悄藏了起来。原来是一个靠打猎为生的幸存者，带着一只猎犬。你这没用的家伙，连一只老虎都跟踪丢了，要是再找不到，我今晚就把你煮了。居然敢打我虎哥主意！正当我想拿出武器冲出去时，只听见一声枪响，从后面过来几人。大哥，这下我们有肉吃了，可惜让那条小黑狗跑了。眼前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前世那股黑恶势力，为了不惹麻烦，看着他们离去后，真准备站起来，发现刚才那条受伤小黑狗正趴在我的手上，戒指瞬间把它吸了进去。虎哥也追进空间，不一会儿，虎哥和小黑狗就从空间出来了，小黑的伤口居然也愈合了。虎哥看出我的疑惑，主人，现在的空间24小时只能进去一次，一次只能待5分钟。看见空间对小黑如此友好，我便收留了小黑，以后也可以多一个看家的。于是成天黑之前，我们便在树林找到了一个适合过夜的地方。可就在当天夜里，却又发生了惊险的一幕。只见一群黑影悄悄靠近我们，为首的老大正小声的命令手下，脚印就是从这里消失的，一会看见他们一个不留。好在我的五感异于常人，他们的说话被我听得清清楚楚，原来是白天那几个猎户。我从空间取出武器，直接对准他们。还没等我开口，一群人吓得直接跪了下来，将事情和盘托出。原来他们是有一个神秘组织，让强壮的人抓更多活物换取食物，不这么做就会被他们每餐一顿。那个组织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，为了挖出这个组织的幕后主使，我不得不放长线钓大鱼，看看是不是和前世仇人有关。我怕夜长梦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带着虎哥和小黑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回到了地下堡垒。就在我把院内最后一处积雪收入空间后，远处又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。以我现在的视力，不用监控也知道是一辆军用武装直升机。不会吧，又是冲我来的？等我回过头想再看清楚一点，飞机突然调转方向原路返回，虽然不是来找自己的，但是也给我提了个醒。官方开始出来活动了。我回到房间，拿出北山防空洞缴获的电台和地图，把电台切换了好几个频道。我们会在每天中午12点钟左右进行直升机巡查，荣城范围内如果也还有幸存者，请提前放置好醒目的标识或是燃放烟火，直升机将会第一时间对你们进行转移。我们在荣城铁虎镇，我们是龙国官方。静静地躺在沙发上。狗屁，我记忆中根本没有官方救援这么一说，有官方重组也是在冰封半年后，而且对外活动也是相当隐秘。看来距离我上一世的仇人越来越近，我必须找到空间下一个升级材料，等到可以无限制进入空间就彻底无敌了。第1级黄金，第2级树林。我猛地一下从沙发上跳了下来。金木水火土，哈哈哈，原来如此。我肯定知道不是普通的水，心中便燃起了一个一箭双雕的想法。出发铁虎镇，第一可以测试一下空间升级必需品铁虎山的温泉水，第二还能看一下铁虎镇是否是那股邪恶的势力，因为上一世自己拼命救回来的幸存者，最后居然会变成用来果腹的肉干。第二天我便按照地图来到铁虎镇一个山洞口，伪装了一下自己，拿起准备好的布袋，让虎哥和小黑回到了空间。里面有人吗？快开门呀！洞内2个手持铁棍的青年向我走过来。干什么的？
带个布袋来讨饭的吗？